各位看官，各位老少爷们，今天我们不聊家常，来聊聊国际上的那些事儿，保证比您追剧还精彩。话说，最近中东那边又不太平了，伊朗正打算购买一批中国的宝贝歼10C 战斗机，这可不是小打小闹，一出手就是40多架。结果呢，以色列那边直接跳了出来，气急败坏地撂下一句话：这买卖要是成了，我们可不排除报复。这话一出，您是不是也懵了？心里犯嘀咕，中国真要卖给伊朗，这是不是有点顶风作案的意思啊？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别急，您仔细琢磨琢磨这事儿，它可比表面看起来热闹多了。伊朗对这歼10C可不是一时兴起，而是早就惦记上了。您知道吗？早在2015年，伊朗就想用石油来换歼10，当时报价还是150架的大单呢。可结果呢，中国果断拒绝了，理由也简单明了，请您先拿现金。从伊朗的角度看，自家军队几乎被以色列打废了，要想恢复战斗力，靠自己研发肯定来不及，靠俄罗斯吧。那苏复35迟迟不交货，人家自己战争都打不完，哪有功夫管你？这时候再次把目光投向中国，确实是个现实而且唯一的选择。而从中国的角度看呢，歼10C 这飞机那是成熟可靠的3代半战机，已经在印巴冲突中立下赫赫战功，那可不是吹的。可军火交易这事儿，他可不是在网上随便下单，关键在于你是谁，你要干嘛，你靠不靠谱。就算伊朗把钱拿出来了，歼10C 也未必能卖，中国可不是缺钱的主儿。伊朗要买中国战机，以色列却急了，甚至跳出来警告中国，这听着多少有点此地无银300两的味道。但您琢磨琢磨，为什么以色列这么紧张，他又怕什么呢？您得知道，之前伊朗和以色列那场12日的空袭战，打得伊朗的防空体系那叫一个全线崩溃，以色列的 F-35几乎是零伤亡，完成了任务，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。反观伊朗呢，最先进的也就是几十年前买的美制 F-14和苏联留下来的米格负29，那空中起飞的能力都堪忧，更别提啥作战了。更让人替他们脸红的是，伊朗用了俄罗斯的 S-300和自己山寨的防空系统，结果呢，几乎没能拦住几架敌机。有人形容那场战争是现代空军对着落后雷达玩扫雷，这话一点也不夸张。现在伊朗盯上了歼10C，说白了，就是想用它构建新的空战能力，补上自己的制空短板。而这正是以色列最不愿意看到的。伊朗一旦补上这个短板，可就再也不是那个可以随便轰炸的靶场了。所以以色列才急了，他当然知道中国不卖伊朗武器不是怕他，而是中国自己有更高的战略盘算。他只是想用几句威胁的话试图劝退中方，只可惜中国的决策早已不吃这一套了。很多人不理解啊，中国军工这么厉害，歼10C又是外贸版本，伊朗又是实实在在的大客户，为啥就不能卖呢？其实真正的答案归结为3条红线，这可是中国军售的规矩，不为战争火上浇油，不向立场摇摆的国家出口核心装备，不被任何阵营绑定。第一条，不卖给正在打仗的国家，这是中国对外军售最基本的底线。伊朗虽然跟以色列停火了，但本质上依旧是战争状态，一旦卖了武器，那就相当于选边站队，这可是美国喜欢干的事儿，但中国不愿意。第二条，立场必须坚定。伊朗国内局势复杂着呢，教权派和改革派斗得厉害，一边对抗西方，一边又想缓和关系。
而且伊朗可不是中国的盟友，更不是巴铁那种生死兄弟。你今天和他合作，明天他可能就转头投向美欧，这种风险中国军方可不会轻视。第3条，中国军售从来不是军火贩子那种赚钱买卖，而是战略工具，目标是地区平衡、国家主权以及政治影响力的扩张，可不是靠几架飞机挣点出口额就完事儿了。说到底，卖飞机容易，可这背后的连锁反应才是中国真正要衡量的。就算伊朗拿出真金白银，态度也端正了，那中国的装备它能用好吗？这话说的直白点，歼10C可不是拧开就能用的电器，它是一整套现代空战体系的一部分。你得有预警机，要有指挥系统，要有连通的数据链，缺了哪一环，它就是个烧火棍。最好的例子就是印度，您说说，印度买的装备是不是先进？阵风、苏负30、幻影到2000，阿帕奇一个比一个名贵。可到真正打仗的时候，这些武器各说各话，压根儿打不出体系作战，反而成了累赘。反观巴基斯坦，从枭龙战机到预警机，再到歼10C，他们的空军花了整整15年时间，才与中式装备磨合得如鱼得水，这才换来了今天的南亚空中霸主地位。伊朗现在空军体系那可是一盘散沙，飞行员连使用现代航电系统都得从头学起，哪怕把歼10C整机送过去，他们也未必能真正用得上。所以中国才会更慎重地考虑，不是你想买就能买，而是你得有资格、有能力接得住这宝贝。从表面看，伊朗在中东是个刺头，跟西方长期对抗，好像天生就和中国是一路人。但真正了解中东局势的人都知道，伊朗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信任的合作对象，特别是在军事合作领域。首先，伊朗的双面性极强，一边大声反美反以，一边又在各种国际场合释放和解信号。他们曾在2000年代秘密和欧洲达成核协议，也曾主动给美国递过橄榄枝。这种随时可能变脸的行为，让任何外部合作方都不敢放心掏心掏肺。其次，伊朗的军工保密体系非常薄弱，不是说他们不想保密，而是根本保不住。以色列的摩萨德早就将伊朗国内的军工网络渗透得像筛子一样，你把尖端武器交到他们手上，十有八九没多久就出现在以色列的数据库里，那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技术岂不是白白流失？还有一点，伊朗并不总是对合作伙伴讲信用，比如当年和俄罗斯谈 S-300 交付合同，伊朗一边催货，一边私下找第三国兜售技术信息，结果导致俄罗斯方面长期推迟交货，还一度搁置合同。您想想，连战斗民族都不放心伊朗的嘴巴，您觉得中国能不警惕吗？说到底，中国之所以对伊朗一直保持观望态度，是因为知道热情不是战略盟友，那不是口头说说就能算的。你得拿出真诚，拿出长远，拿出稳健，才配得上中国军工的信任。很多人一提到军售，就习惯性的套用西方那一套，卖武器就是为了赚钱，但中国的逻辑从来不是赚快钱，而是下大棋。您看中国近年来的对外军售动向，从巴基斯坦到塞尔维亚，从埃及到沙特，几乎都是战略落点明确的地区核心国家。中国不光是卖飞机、卖导弹，还输出了完整的空军体系、后勤保障、指挥作战理念，甚至包括教官团队的长期驻扎。这种交钥匙工程模式不仅提升了对方的作战能力，也将这些国家牢牢纳入了中国制定的地区战略节奏中。说直白点，中国通过军售不仅在做贸易，更是在打造安全共同体。所以您说伊朗来问中国要歼10C，中国当然不会立刻拒绝，但也绝不会轻易点头。
因为一旦你接入中式装备，未来的战略绑定、外交互动、资源互换都会进入一个新的轨道。而中国最看重的是这种长期关系是否值得。伊朗若是想靠着被打疼了来换得中国支持，那未免也太小看中国的布局者了。其实中国这几年在中东最大的成就不是卖了多少武器，而是打破了非此即彼的地缘格局。您想想，有哪个国家能同时和伊朗、沙特、以色列、叙利亚都保持良好关系？答案是，只有中国。这靠的是什么？是中国一贯的平衡外交术。中国既不插手中东内部纷争，也不在公开场合偏袒任何一方。你打你的，我们看我们的，但该斡旋的时候绝不缺席，该发力的时候绝不手软。2023年，伊朗和沙特在北京签署了历史性的复交协议，这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一个什叶派，一个逊尼派，几十年死敌，结果在中国的斡旋下，竟然一笑泯恩仇。这场戏如果放在西方导演手里，早800年就撕破脸了。所以您看，中国不急着卖装备给伊朗，是因为还有更大的盘在下。卖一架歼十 C 固然能挣几千万美元，但让伊朗真正融入中国主导的亚欧一体化战略，那可是上千亿级的长期收益。懂这个逻辑，您就懂了中国为什么总让子弹飞一会儿。中国在中东最大的优势不是坦克飞机，而是没人恨它。您看，美国几乎被整个伊斯兰世界当成头号敌人。俄罗斯虽出兵叙利亚，但也惹得一堆反感，连欧盟都常年被质疑选边站。而中国呢，一边和以色列做高科技合作，一边帮伊朗建设基础设施，还能让叙利亚总统当面感谢中国的中立和公平。这种局面放眼全球，那可是独一份。这正是中国不轻易被带节奏的智慧体现。伊朗想让中国火速表态站队，对不起，不急。以色列放话警告，也请你回去看看你自己是否还有制衡力。在全球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下，中国的底气和耐心都远胜西方传统强国。中国不是被卷入战争的工具人，而是主导博弈节奏的布局者。而这份智慧，也正是中式军工越走越远的根本保障。中国不是不卖武器，但从来不把装备当商品，而是当战略资产。你想要，就得配得上，配得上技术，配得上体系，配得上信任。伊朗当然是个重要国家，中国也不排除未来与之进行更深层次的防务合作。但要建立这种关系，靠的不是被打疼了之后的临时冲动，而是冷静、稳定、可持续的战略姿态。如果伊朗真能做出改变，在政治立场、合作透明度、人员训练、后勤管理等方面展现出决心和能力，那么或许有一天，中国真的会让歼十 C 降落在德黑兰机场。但如果只是想趁乱抱中国大腿，打完仗就甩手走人，那这笔买卖不值。中国不缺客户，缺的是有担当的合作伙伴。